想象一下，4000年前有一個家庭做出了一個選擇，而這個選擇直到今天仍然牽動着世界的神經，甚至流淌着血淚。讓人難以置信的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3個彼此征戰了上千年的信仰，竟然信奉着同一個神，敬拜着同一位祖先。這一切的緣由，聖經裡早就一筆一畫地寫了下來。每當我們打開電視，看到中東那片土地硝煙彌漫，耶路撒冷街頭戰火紛飛，心裡是不是總會感到一絲沉重？這個世界似乎離真正的平安越來越遠。其實不光是遠方的戰火讓人不安，身邊那些看似平靜的日常也常常潛藏的傷痛。孩子在外地工作，一通電話打過去，講不了幾句就匆匆掛斷，身體這裡酸那裡痛。夜深人靜的時候，各種擔憂便如潮水般湧來，最深的傷往往來自最親近的人。這在家人的關係中如此，在信仰的歷史中亦是如此。現在，請你閉上眼睛，勾勒出這樣一幅畫面。傍晚時分，耶路撒冷老城被夕陽染成一片深沉的金色。在古老城牆的西邊，一群猶太人低着頭，額頭抵着冰涼的石牆，嘴唇輕微顫動，低聲誦念着傳承千年的禱詞。城牆的另一面，穆斯林們在年頂清真寺前的廣場上額頭貼地，面朝着遙遠的麥加方向，虔誠的俯伏敬拜。而就在這兩群人中間，一條狹窄的石板巷弄裡，基督徒們排着長隊，靜靜地等待着走進聖母教堂。這3群人敬拜着同一個亞伯拉罕的神，他們的聖地緊緊相依，近到幾乎能聽見彼此的禱告聲，但他們卻彼此不語，互不相望。空氣中希伯來文的吟誦、阿拉伯文的經文和聖詩的旋律交織回盪，卻始終無法奏出一句和平的樂章。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今天我們的故事要從大約4000年前亞伯拉罕離開家鄉的那個夜晚說起。他會穿過2個兒子的分離、摩西律法的頒布、耶穌在耶路撒冷的十字架，以及穆罕默德在沙漠山洞裡聽到的聲音，一直延伸到今天新聞裡那片仍在燃燒的土地。故事的起點在古老的烏爾城。4000年前，在今天伊拉克南部的沙漠之下，曾有一座繁華至極的大城，幼發拉底河水滋養着這片土地，也養育着成千上萬的居民。烏爾是美索不達米亞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高聳的神廟、繁忙的市场、精美的陶器和金飾隨處可見。那時候家家戶戶都拜着好幾個神，掌管豐收、生育、戰爭的各有其主。城中最高的建築便是獻給月神的塔廟，遠遠望去，仿佛一座通往天上的階梯。就在這座城裡住着一個名叫亞伯蘭的人，後來神給他改名為亞伯拉罕。聖經沒有詳細描述他年輕時的模樣，但根據記載，他的父親他拉是烏爾的居民，家境應該相當殷實，按理說他大可以在這座繁華之城安穩度過一生。然而，有一天晚上，一切都改變了。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想想這句話的分量，在那個時代，離開本地意味着失去所有保障。離開本族意味着切斷所有人際網絡，離開父家意味着放棄繼承的權利。而最關鍵的是，神沒有告訴他目的地在哪，只是說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沒有地圖，沒有路線，沒有抵達時間，只有一個看不見的聲音要他啟程。翌年亞伯拉罕75歲，他帶着妻子撒萊和侄兒羅德離開了所有他熟悉的世界，他踏進了迦南的曠野。那是一片陌生、乾燥、隨時可能奪命的土地。曠野裡沒有城牆的庇護，沒有神廟可以獻祭，四面八方都是未知。也許正是在這樣的荒涼中，人才會真正去思考，到底誰才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這就是一神信仰的起源。它不是從神學院，也不是從一本教科書開始的，而是從一位老人踏進曠野的那一步開始的。當周遭的一切都被抽離，當人手所造的神像都留在身後的城裡，他的面前只剩下一片空曠的天和一個聲音。那個聲音說：“我與你立約。”神將亞伯拉罕帶到帳篷外，指着夜空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一個75歲才離家，妻子不能生育，身邊沒有親生孩子的老人，卻被告知他的後代會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多。這個應許從人的角度來看根本不可能實現，但亞伯拉罕信了。聖經說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同一位神，同一個應許，後來卻走出了3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這件事情的種子就埋在接下來發生的那一幕裡。年復一年，應許中的孩子始終沒有到來。撒萊的頭髮白了，身體也老了。等待是一種能將人磨碎的經歷。你有沒有過那種感覺？禱告了很久很久，久到開始懷疑神是不是已經忘記了？撒萊大概也是這樣想的，他等不下去了。按照當時的風俗，如果女主人不能生育給丈夫，使女生的孩子就算在女主人名下，這在當時是合法且被社會接受的安排。於是撒萊把自己的埃及使女夏甲給了亞伯拉罕，夏甲懷孕了。亞伯拉罕終於有了一個兒子，這個男孩名叫以實瑪利。以實瑪利的意思是神聽見了，神的確聽見了。但這個孩子的到來並沒有帶來預想中的喜悅。夏甲懷孕後開始輕視她的女主人。聖經直白的描述，夏甲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一個帳篷裡2個女人，一個有了孩子，一個沒有。嫉妒和怨恨像沙漠裡的風一樣，悄悄地吹了進來。撒萊受不了了，跑去找亞伯拉罕，他的話語帶着沉重的委屈。我因你受屈，這句話裡有多少不甘，多少後悔。明明是他自己提出的建議，但事情的發展完全超出了他的掌控。也許在那個深夜，撒萊也曾問自己，如果當初再多等一等，結果會不會不一樣？但神的計劃並沒有因為人的急躁而改變方向。又過了13年，亞伯拉罕99歲，撒萊也已89歲。就在所有人都認為不可能的時候，神再一次開口了，你妻子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做他後裔永遠的約。以撒這個名字的意思是他笑了，因為當亞伯拉罕聽見這個消息時，他的反應是俯伏在地笑了，那是一種不敢相信的笑，恐怕也帶着一絲苦澀，因為他立刻想到了另一個兒子。亞伯拉罕對神說，但願以實瑪利活在你面前。這句話聽起來簡單，但其中的分量恐怕只有做父親的人才能真正懂得。他在懇求神，拜託不要忘記我的大兒子。神的回應很清楚，也很溫柔。至於以實瑪利，我也應允你，我必賜福給他，使他昌盛極其繁多，他必生12個族長，我要使他成為大國。但緊接着神又說，明年這時節撒拉必給你生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你注意到了嗎？神祝福了以實瑪利，但那個最核心的盟約關係，神選擇與以撒建立同一位父親的2個兒子，一個被祝福，一個承接約定。從這一刻起，裂痕已經埋下了。以撒出生了，帳篷裡多了嬰兒的啼哭聲，但這個笑聲很快就被另一幕取代。撒拉看見埃及使女夏甲給亞伯拉罕生的兒子戲笑。關於戲笑這個詞，原文有不同的理解，也許是嘲弄，也許只是玩耍，但無論如何，撒拉的反應是激烈的。你把這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因為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子以撒一同承受產業。趕出去不是搬到隔壁的帳篷，而是趕到曠野裡去。在那個時代，一個女人帶着一個孩子被丟進曠野，幾乎等於被判了死刑。亞伯拉罕非常為難，因他兒子的緣故很憂愁。他是一個父親，以實瑪利是他看着長大的孩子。但神對他說，你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使女憂愁，凡撒拉對你說的話你都該聽從。第二天一早，亞伯拉罕起來，把餅和一皮帶水放在夏甲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給他，打發他走了。這一幕恐怕是創世紀裡最安靜也最心碎的場景之一，沒有爭吵的記載，沒有哭喊的描述，只有一個父親在清晨的光線裡把食物和水遞給曾經為他生過孩子的女人，然後看着他帶着兒子走向曠野。也許以實瑪利回過頭看了一眼，也許沒有，聖經沒有記載。夏甲和以實瑪利在別是巴的曠野裡迷了路。水喝完了，夏甲把孩子放在一棵灌木底下，自己走到對面，大約隔着1箭之地。他說，我不忍見孩子死，就放聲大哭。然後
神聽見了，神的使者從天上呼叫夏甲，夏甲，你為何這樣呢？不要害怕，神已經聽見童子的聲音了。神為他打開了眼睛，他看見一口水井，孩子活了下來。同一位神，同一個應許，卻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以撒留在了迦南，成為以色列民族的祖先。以實瑪利在曠野長大，成了弓箭手，住在巴蘭的曠野。後來他的後裔散布在整個阿拉伯半島。一個父親，兩條路，一條向北通往耶路撒冷，一條向南通往麥加。天父亞伯拉罕，你曾在曠野裡仰望星空，相信你的應許。他也曾在清晨的帳篷門口忍着心痛送走自己的孩子。你深知每一個父母的眼淚，也知道每一次分離背後的掙扎。願你安慰每一顆正在承受家庭重擔的心。然而，這個故事還沒有結束，以撒和以實瑪利的分離只是第一道裂痕。接下來，以撒的後裔要走上一條漫長的路。那條路會經過埃及400年的奴役，曠野40年的漂流，最後來到一座山腳下，在那座山上，他們會領受一份改變人類歷史的文件，而那份文件將把他們和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徹底的隔開。以撒的後代在迦南地生了根，卻沒能長久安穩。故事從亞伯拉罕延續到以撒，從以撒到雅各的名字後來被神改為以色列。雅各有12個兒子，其中第11個兒子約瑟被哥哥們賣到埃及，但神的手沒有離開約瑟，他從一個奴隸變成了埃及的宰相，後來把全家人都接到了埃及。起初以色列人在埃及過得不錯，但幾百年之後，新的法老不認識約瑟了，以色列人從貴賓變成了奴隸，他們被迫做苦工，造磚蓋城，在烈日下扛石頭。法老甚至下令凡以色列人生的男嬰一律丟到尼羅河裡，整整400年的奴役。這個數字，神在很久以前就告訴過亞伯拉罕了。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侍內地的人。內地的人要苦待他們400年。神知道，從一開始他就知道，同一位神，同一個應許，卻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但那條路的每一步，他都預先看見了。400年之後，在埃及的一個利未人家庭裡，有一個男嬰被放在蒲草箱裡，順着尼羅河漂流，最後被法老的女兒撿了起來。這個孩子叫摩西，他在王宮裡長大，受了埃及最好的教育，但他始終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40歲的時候，他因為打死一個埃及人而逃到了曠野，在曠野裡放了40年羊，然後80歲那年，在何烈山上一叢燃燒卻不會燒毀的荊棘裡，神呼喚了他的名字。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內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神差遣摩西回到埃及，帶領以色列人出來。十災降下，紅海分開，法老的軍隊被海水吞沒，以色列人踏上了回家的路。但他們的第一站不是迦南，而是一座山西奈山，在阿拉伯半島的荒漠中孤零零地聳立着。以色列人在這座山腳下安營的時候，山上雷轟閃電，密雲，角聲甚大，百姓發顫，整座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臨。摩西上了山40晝夜，神親自把10條誡命刻在2塊石板上，交給了他。那10條誡命的第一條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第二條，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這2條誡命從根本上把以色列人和當時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區分開了。在那個年代，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神像，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廟宇。但以色列人的神沒有形象，不能雕刻，不能描繪，不能被裝進任何人手所造的容器裡。他是看不見的，卻是活的，會說話的，會與人立約的。除了10誡之外，摩西帶下山的還有一整套詳盡的律法，飲食的規矩，節期的安排，潔淨與不潔淨的分別，獻祭的程序。這些律法涵蓋了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從早上起床到晚上就寢，從生孩子到埋葬死人，沒有一個環節不被規範。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這套律法的功能遠遠不只是宗教儀式，它是一套完整的社會制度、法律體系、衛生規範和身份認同系統。遵守這些律法的人就是以色列人。
不遵守的就是外邦人。律法成了一道无形的牆，牢牢地把以色列民族和外面的世界隔開，這道牆保護了他們。在接下來的幾千年裡，以色列人會被擄到巴比倫，會被希臘帝國統治，會被羅馬鐵蹄踩在腳下，會被驅散到世界各個角落。但無論走到哪裡，只要他們守安息日，只要他們行割禮，只要他們不吃豬肉，只要他們按照律法生活，他们就知道自己是誰。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神的選民，是與耶和華立約的百姓。但這道牆也帶來了一個後果，律法越嚴格，圍牆就越高，裡面的人就越安全，外面的人也就越難進來。猶太教逐漸成為一個以血統和律法為核心的封閉信仰。神的選民只限於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後裔，神的救恩只對遵守律法的人開放。如果你不是猶太人，你就不在這個約裡面。同一位神，同一個應許，卻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律法讓以色列人存活了下來，但也讓他們把神的祝福牢牢地鎖在自己的民族圍牆裡面。而在這道圍牆的另一邊，亞伯拉罕的另一支後裔以實瑪利的子孫，正在阿拉伯的沙漠中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文明。這兩條從同一個帳篷分出去的路越走越遠，但他們終將在耶路撒冷這座城市再次交匯。而在這之前，還有一件事會發生，一件會把整個局面徹底翻轉的事，那就是律法圍牆裡面的人開始覺得喘不過氣了。時間來到大約2000年前，以色列人回到了迦南地，卻發現這塊應許之地早已換了主人。經歷了巴比倫的俘虜、波斯的統治、希臘的佔領之後，此刻壓在他們頭上的以色列人回到了他們頭上的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帝國羅馬。羅馬的軍團駐紮在耶路撒冷城裡，街道上到處是穿着鎧甲的士兵。猶太人要繳納沉重的稅，要忍受外邦人的指揮，要看着異教徒的鷹旗插在自己的聖城裡。聖殿還在，但聖殿的大祭司早就成了羅馬政權的附庸，靠着配合統治者來維持自己的地位。更讓普通百姓痛苦的是律法本身。經過1000多年的發展，摩西的律法已經被一層又一層的解釋和規條包裹得密不透風。法利賽人在安息日連走幾步路都要計算，治病算不算做工都要辯論。律法本來是要幫助人親近神的，但到了這個時候，它已經變成了一副沉重的枷鎖，壓在最底層百姓的肩膀上。那些窮人、病人、被社會排斥的人，在律法的標準底下，永遠不夠好，永遠不夠潔淨，永遠站在神殿門口卻進不去。所有人都在等一個人。舊約的先知們留下了一個又一個的預言，說有一天，一位受膏者，也就是彌賽亞，會來拯救以色列。但人們想象中的彌賽亞是一位騎着戰馬君王，會把羅馬人趕出去，恢復大衛王朝的榮耀，讓以色列再次成為強國。然而在加利利北邊一個叫拿撒勒的小鎮上，出了一個木匠的兒子，他的名字叫耶穌。拿撒勒在當時名聲並不好。當拿但業聽說彌賽亞從拿撒勒出來的時候，他的第一反應是，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嗎？這是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小地方。而耶穌就是從這裡出來的。耶穌大約30歲開始公開傳道，從一開始，他的做法就讓猶太宗教領袖們坐立不安。他在安息日醫治病人，他跟稅吏和罪人一起吃飯，他觸摸麻風病患者。他對一個行淫被抓的女人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這些行為每一個都在挑戰律法主義者所建立的那道圍牆。但最讓猶太領袖無法容忍的是耶穌對自己身份的宣告。耶穌說，我與父原為一。猶太人聽見這句話，拿起石頭要打他，因為在猶太教的框架裡，神是獨一的、不可見的、不可觸碰的。一個人站在他們面前說自己和那位不可觸碰的神是一體的，這在他們聽來是褻瀆。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耶穌宣告的不只是他和神的關係，他宣告的是一個全新的約。在最後的晚餐上，耶穌拿起杯來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一個新的約不是刻在石板上的，而是用血立的，不是只給以色列民族的，而是為多人的。耶穌被猶太公會以褻瀆神的罪名逮捕，被送到羅馬巡撫比拉多面前。比拉多查不出他有什麼罪，但在群眾的壓力下把他交出去了。耶穌被鞭打，被戴上荊棘編的冠冕，
被釘在十字架上。那是耶路撒冷城外一座叫各各他的小山丘，十字架上他說了幾句話，其中一句是：父啊，赦免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然後他斷了氣，3天之後墳墓空了，石頭被挪開了，他的门徒們宣告他復活了。對猶太教來說，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一個自稱是彌賽亞的人被處決了，又一個失敗的冒充者。猶太人等的那位彌賽亞還沒有來，但對跟隨耶穌的人來說，一切才剛剛開始。這裡出現了一個關鍵人物，他的名字叫掃羅，後來改名叫保羅。保羅原本是一個狂熱的法利賽人，嚴格遵守律法，專門逮捕那些跟隨耶穌的人。他親眼看着司提反被石頭打死，還在一旁看守眾人的衣裳。但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一道強光把他打倒在地。他听見一個聲音說：你為什麼逼迫我？保羅的轉變徹底改寫了歷史的走向。他從一個迫害者變成了傳道者，而且他傳的對象不是猶太人，而是外邦人。保羅寫道，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注意這句話的爆炸性，在一個嚴格區分猶太人和外邦人、自由人和女人的社會裡，保羅宣告在基督裡這些分別都消失了。亞伯拉罕的祝福不再受血統限制，任何人不論種族不論背景，只要相信耶穌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就是承受應許的人。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着應許承受產業的了。猶太教花了1000多年建起來的那道牆，保羅用一句話拆掉了，不是拆掉律法作為區分內外的功能，救恩從一個民族的專利變成了全人類的邀請。這就是基督教和猶太教分裂的核心，不是敬拜場所不同，敦事儀式不同，根本的問題是耶穌到底是不是彌賽亞。如果是，那麼神的約就更新了，向全世界打開了；如果不是，那麼猶太人依然在等待，律法的圍牆依然有效。2000年過去了，猶太教仍然在等。基督教已經走遍了全世界，但他们信的仍然是同一位亞伯拉罕的神，同一位神，同一個應許，卻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清晨4、5點，天還沒亮，也許有人已經跪在床邊禱告了。那些禱告了幾十年的事，有的已經成就，有的還在等候。等候本身就是一種信心。主啊，耶穌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你把救恩的大門向全人類敞開了。謝謝你沒有把我們拒之門外。耶穌的十字架把猶太教和基督教分成了2條路，但故事到這裡還有第3條路沒有出場。你還記得嗎？在曠野裡長大的那個男孩以實瑪利，他的後裔一直安靜地生活在阿拉伯半島的沙漠之中，他們有自己的部落，自己的詩歌，自己的生存法則。他們知道自己是亞伯拉罕的後代，但幾千年來，他們並沒有一個統一的信仰體系。阿拉伯半島在公元7世紀的時候是一個多神崇拜的世界。麥加城中心有一座古老的建築，叫做卡巴天房，傳說是亞伯拉罕和以實瑪利一起建造了。但到了這個時候，卡巴天房裡塞滿了360個偶像，每個部落帶來自己的神放在裡面。麥加靠着朝聖的人潮發展出繁忙的商業，城裡的富商大族壟斷了貿易，窮人被剝削，孤兒寡婦無人照顧。就在這樣的環境裡，有一個男人正在經歷深深的不安，他叫穆罕默德，他出生在麥加的古萊什氏族，那是管理卡巴天房的部落。但他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6歲時母親也走了，他被祖父收養，後來又由叔叔撫養長大。從小他就是一個安靜的、喜歡獨處的人，長大後做了商人，娶了一個比他年長15歲的富有寡婦哈蒂加，生活本來可以就這樣安穩的過下去。但穆罕默德對麥加社會的腐敗和偶像崇拜越來越不滿，他開始頻繁地離開城市，獨自到麥加郊外的希拉山洞中靜思冥想。根據伊斯蘭的傳統記載，公元610年某個夜晚，他40歲獨自在山洞裡的時候，天使吉卜利勒出現在他面前，命令他：你誦讀。穆罕默德說自己不識字，天使再次命令，如此重複了3次。然後穆罕默德開始接受他所宣稱的來自真主的啟示。
這裡需要停下來把一件事說清楚，穆罕默德所宣告的那位神在阿拉伯語裡叫安拉，安拉這個詞就是阿拉伯語裡的那位神，和希伯來語中的以羅星同出一源。穆罕默德自始至終宣告的是，他信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摩西的神、耶穌的神，是同一位。他並沒有宣稱自己帶來了一個新的神，而是說他被差來恢復亞伯拉罕最初的純粹的一神信仰。穆罕默德說，猶太人雖然領受了摩西的律法，但他們悖逆了神，違背了約定。基督徒雖然遵從耶穌，但他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把耶穌當作神的兒子來敬拜。在伊斯蘭的教導中，耶穌是一位偉大的先知，是童真女瑪利亞所生的，能行神蹟，但他不是神，也不是神的兒子。神是獨一的，絕對不可能有兒子或夥伴。古蘭經中有一章只有4節經文，卻是伊斯蘭信仰最核心的宣告。你說他是安拉，是獨一的，安拉是永恆的，他沒有生產，也沒有被生產，沒有任何物可以與他匹敵。你有沒有發現這段宣告直接回應了2件事？第一，他否定了基督教的3位一體教義，因為伊斯蘭教認為神不可能生一個兒子。第二，他重新定義了亞伯拉罕信仰的正統。在伊斯蘭教的敘事裡，亞伯拉罕不是猶太人，也不是基督徒，他是一個穆斯林，意思是順服神的人。伊斯蘭認為自己不是一個新宗教，而是亞伯拉罕原始信仰的最終修復版本。穆罕默德的宣教在麥加遭到了強烈的反对，那些靠偶像崇拜和朝圣經濟獲利的商人階層把他視為威脅，追隨穆罕默德的人被迫害、被毆打、被驅逐。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帶着追隨者離開麥加，遷移到北方的一座城市，也就是後來被稱為麥地那的地方。這次遷移叫做希吉拉，是伊斯蘭曆法的元年。在麥地那，穆罕默德不只是宗教領袖，他同時成為了政治領袖和軍事統帥。他建立了一個以信仰為核心的共同體，阿拉伯語叫烏瑪。在這個共同體裡，部落的血緣不再是最重要的紐帶，信仰才是。這一點和猶太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猶太教是以血統定義身份的，你必須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但伊斯蘭教從一開始就宣告任何人，無論種族，只要念出信仰告白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就可以成為穆斯林。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率領大軍回到麥加，這一次麥加幾乎沒有抵抗就投降了。他進入卡巴天房，把裡面360個偶像全部清除，只留下那座空的建築。他宣告這是亞伯拉罕和以实瑪利最初建造的敬拜獨一真神的地方，現在它被恢復了。就這樣，從同一個源頭流出來的水分成了3條河。猶太教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嫡系後裔，神的約是和以撒立的，律法是我們的記號。基督教說，耶穌是亞伯拉罕所等候的那位彌賽亞，他成全了律法，用十字架上的血立了新約，向全人類敞開。伊斯蘭教說，你們都偏離了，猶太人違背了約，基督徒扭曲了獨一神的本質，穆罕默德才是最後的先知，帶來了最終的完整的啟示。3個信仰同一位亞伯拉罕的神，但各自宣稱自己才是正統，同一位神，同一個應許，卻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而這3條路即將在同一個地點猛烈地撞在一起，那個地點就是耶路撒冷。天父，你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人看來千頭萬緒的歷史裡，你的旨意從未動搖。為什麼是耶路撒冷？全世界那麼多城市，為什麼偏偏是這一座讓3個宗教都不肯放手？耶路撒冷這個名字在希伯來語裡的意思是和平之城，但這座城恐怕是人類歷史上遭受最多戰火的城市。根據歷史學家的統計，耶路撒冷在過去4000多年裡，至少被圍攻超過50次，被攻下超過40次，被摧毀至少2次。和平之城，卻從來沒有真正擁有過和平。如果你去過以色列，站在橄欖山上往下望，整座老城盡收眼底。金色的圓頂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灰白色的古老石牆環繞着密密麻麻的建築，看起來寧靜，甚至有一種莊嚴的美。但那片寧靜底下壓着幾千年的血和淚。對猶太人來說，耶路撒冷是大衛王在3000年前定為首都的地方，
大衛的兒子所羅門在這裡建造了第一座聖殿，那是耶和華在地上的居所。所羅門獻殿的時候禱告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況我所建的這殿呢？但他仍然求神的眼目晝夜看顧這殿。聖殿是猶太信仰的心臟，沒有聖殿的猶太教就像沒有心跳的身體。公元前586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攻破耶路撒冷，燒毀了所羅門的聖殿，把猶太人擄到巴比倫。70年後，一部分猶太人回來，重建了第二座聖殿。但這座聖殿的規模和榮耀遠不如第一座。後來，大希律王為了討好猶太人，花了46年大規模擴建第二聖殿，使它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壯觀的宗教建築之一。然而，公元70年，羅馬將軍提多率軍攻進耶路撒冷，把第二聖殿徹底摧毀了。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記載，那一天的火焰燒紅了半邊天空，聖殿屋頂上的金片融化後流進石頭的縫隙裡。羅馬士兵為了取出那些金子，把石頭一塊一塊的撬開。耶穌當年說過的預言就這樣應驗了，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今天第二聖殿唯一剩下的遺跡就是西面的一段擋土牆，猶太人叫它西牆，外界常稱為哭牆。2000年來，猶太人站在這面牆前，把寫着禱詞的紙條塞進石縫裡，額頭靠着粗糙的石頭，為失去的聖殿哭泣，為尚未來到的彌賽亞禱告。就在這面牆的正上方，在聖殿山的平台上矗立着一座金色圓頂的建築，那是伊斯蘭教的圓頂清真寺，又叫岩石圓頂。它建在一塊巨大的岩石上面。伊斯蘭的傳統相信，穆罕默德在公元621年的某個夜晚，從麥加被帶到耶路撒冷，就是踏着這塊岩石升上7重天，見到了亞伯拉罕、摩西和耶穌的靈魂，最後覲見了真主。這個事件叫做夜行燈宵，是伊斯蘭信仰中極為重要的一幕。而猶太傳統相信，這塊岩石就是亞伯拉罕當年獻以撒的摩利亞山頂，也是所羅門聖殿至聖所的所在地。同一塊石頭，一方說我們的祖先在這裡向神獻上了最大的順服，另一方說我們的先知從這裡升上了天。兩個最神聖的記憶疊在同一個地點上，彼此不能替代，彼此不肯退讓。而就在聖殿山的西南方不到1公里的距離，基督徒有他們自己的聖地聖母教堂，建在耶穌被釘十字架和埋葬的地點上。每天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在教堂裡排隊等着，跪在一塊大理石板前。傳統認為，耶穌的身體被從十字架上取下來之後，就放在那塊石板上被膏抹。3個信仰，3座聖地擠在不到1平方公里的空間裡，這不是巧合，這是4000年前那個帳篷裡開始的故事，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這裡有一件事值得注意，耶路撒冷之所以成為不可解的難題，不是因為土地值錢，那塊地沒有石油，沒有礦產，甚至連水源都不充裕，它的價值完全來自於信仰的記憶，而信仰的記憶是無法用金錢買斷，用武力奪取的。你可以佔領一座城市，但你佔領不了對方心中的聖地。同一位神，同一個應許，卻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3條路在這座城裡交匯，卻找不到一個可以共同站立的地方。你一路聽到這裡，有沒有哪個畫面特別觸動你的心？也許是亞伯拉罕在清晨送走夏甲和以實瑪利的那一幕，也許是耶穌在十字架上說出父啊，赦免他們的那個瞬間，也許是猶太人站在哭牆前流淚的畫面。現在讓我們深呼吸一下，我們要進入最後的旅程。接下來的故事會從耶路撒冷的城牆延伸到中世紀的戰場，再走到今天你我生活的這個時代。公元638年，一支阿拉伯軍隊出現在耶路撒冷的城門外。穆罕默德已經在8年前過世了，但他建立的伊斯蘭共同體並沒有停下腳步。在第二任哈里發歐邁爾的帶領下，穆斯林大軍從阿拉伯半島席捲而出，先後擊敗了波斯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的軍隊，以驚人的速度擴張。耶路撒冷在當時由拜占庭帝國控制，是一座基督教城市。守城的主教索弗洛尼烏斯在一番抵抗之後提出了一個條件，他只願意把城市的鑰匙交給哈里發本人。歐邁爾從麥地那長途跋涉來到耶路撒冷，據記載他穿着樸素的衣袍，
騎着一匹駱駝與身旁華麗的拜占庭官員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歐邁爾進城後直接走向聖殿山，那片亭台在羅馬摧毀聖殿之後已經荒廢了將近600年。拜占庭的基督徒刻意把那裡當作垃圾場，用來羞辱猶太教的記憶。歐邁爾看到眼前的景象，至少他跪下來親手清掃了那片土地。然後穆斯林在聖殿山上建造了清真寺。幾十年後，第5任倭瑪亚王朝的哈里發阿卜杜勒馬利克在内安穆罕默德据稱升天的岩石上方建造了金光閃閃的圓頂清真寺。從那一刻起，聖殿山的地貌被永久改變了。猶太人聖殿的遺址上方如今矗立的伊斯蘭的建築，這個現實直到今天都是中東問題最敏感的引爆點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歐邁爾進城之後頒布了一份文件，保障了基督徒的信仰自由和財產安全。他甚至拒絕在聖母教堂內祈禱，理由是擔心日後穆斯林會以此為借口把教堂改建成清真寺。在早期伊斯蘭的統治下，猶太人被允許重新進入耶路撒冷。在拜占庭統治期間，猶太人是被禁止進城的。伊斯蘭政權把猶太人和基督徒稱為有經人，也就是同樣擁有天啟經典的人，給予他們被保護民的地位，交稅即可保留自己的信仰。你有沒有發現，在最初的幾百年裡，3個宗教的關係並非只有仇恨。事實上，在伊斯蘭的黃金時期，也就是第8到第13世紀，在科學、數學、醫學、哲學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猶太學者在伊斯蘭的宮廷裡擔任醫生和翻譯，希臘古典哲學的著作是透過阿拉伯學者的翻譯才保存下來的，後來再從阿拉伯語翻譯成拉丁語傳回了歐洲。但這段相對和平的共存被一場從西方吹來的風暴徹底打碎了。公元1095年，在法國南部的克萊蒙，教宗烏爾巴諾2世站在一片空地上，面對着成千上萬的人群發出了一個呼籲：聖地耶路撒冷落在了異教徒手中，基督的墳墓被褻瀆了，東方的基督徒弟兄在受苦，拿起武器去奪回聖城，神的旨意如此。 Deus vult， 這是神的旨意。群眾高喊，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就此拉開序幕。成千上萬的歐洲人胸前縫上紅色十字標誌，踏上了前往東方的漫長旅途。他們當中有虔誠的信徒，有渴望土地和財富的騎士，也有走投無路的農民。他們穿過巴爾幹半島，穿過小亞細亞，穿過敘利亞的烈日，一路上飢餓、疾病、戰鬥不斷削減着他們的人數。然而還沒到達聖地，十字軍就已經開始流血了。在歐洲啟程的路上，一些十字軍隊伍襲擊了沿途的猶太人社區。他們的邏輯很簡單：我們要去東方消滅基督的敵人，為什麼不先清除身邊的異教徒？萊茵河沿岸的多個猶太社區遭到屠殺，猶太人被趕進會堂，被點燃。這是歐洲歷史上大規模反猶暴行的開端之一。公元1099年7月15日，十字軍終於攻破了耶路撒冷的城牆。接下來發生的事是中世紀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之一。十字軍在城內進行了持續數天的屠殺，穆斯林被殺，猶太人被殺，甚至一些東方基督徒也在混亂中喪命。根據多份歷史記載，聖殿山上的血滲到馬匹的膝蓋。一位跟隨十字軍的編年史家寫道：整座城都是身體和鮮血，沒有一個活口。十字架本來是犧牲和赦免的記號，在那一天卻變成了殺戮的旗幟。十字軍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個基督教王國，存在了大約88年。但伊斯蘭世界很快做出了回應，一位庫爾德裔的穆斯林將領崛起了，他的名字叫薩拉丁。公元1187年，薩拉丁在哈丁戰役中擊潰了十字軍的主力，然後他率軍圍困耶路撒冷。城破之後，薩拉丁做了一件讓整個基督教世界意想不到的事。他沒有屠城，他允許基督徒交付贖金後安全離開，付不起贖金的窮人他也釋放了數千人。他保護了聖母教堂，沒有拆毀，也沒有改建。薩拉丁的做法和88年前十字軍進城時的屠殺形成了刺眼的對比。同樣是以神的名義作戰的人，一方選擇了屠殺，另一方選擇了寬容。但寬容並沒有帶來和平。
十字軍東征前後持續了將近200年，一共發動了至少7次大規模遠征，每一次都留下更深的傷痕。在穆斯林的集體記憶裡，十字軍成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侵略和暴力的代名詞。在基督教世界的記憶裡，聖地被異教徒佔據，成了一道無法愈合的傷口，而猶太人夾在這兩大勢力之間，成了雙方都可以踐踏的對象。這場以神之名進行的戰爭沒有讓任何一方更接近妹妹神，它只是在亞伯拉罕後裔之間的裂痕上又狠狠地澆了一層仇恨的水泥。天父，十字軍的歷史提醒着一件令人心痛的事：人可以舉着你的名做出離你最遠的事。十字軍的风暴過後，中東的局勢並沒有變得更单純。公元1453年，奧斯曼帝國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終結了東羅馬帝國長達1000年的歷史。從那時起，整個中東北非以及東南歐的大片土地都在奧斯曼的星月旗幟下統一了。奧斯曼帝国統治耶路撒冷長達400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段漫長的時期裡，耶路撒冷內的3個宗教社群各自生活在自己的街區裡，彼此保持着一種微妙的距離。穆斯林在聖殿山上禮拜，猶太人在西牆前祈禱，基督徒在聖母教堂裡敬拜。3個信仰，3個空間擠在同一座城裡，平靜的表面底下，各自的委屈和主張從未消失。但真正把一切推向不可挽回的地步的，是20世紀的2場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斯曼帝國站在了戰敗的一方。英國為了拉攏阿拉伯部族對抗奧斯曼，向阿拉伯人承諾戰後給你們獨立建國。然而，幾乎在同一時間，公元1917年，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寫了一封信，宣布英國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這就是著名的貝爾福宣言，一塊土地2個承諾，一個給了阿拉伯人，一個給了猶太人。這2個承諾從一開始就是矛盾的。為什麼猶太人在這個時候急切地想要回到巴勒斯坦？因為在歐洲，他們已經被迫害了將近2000年，從十字軍時期的屠殺到中世紀被驅逐出英國、法國、西班牙，到近代俄國的大規模反猶暴動，猶太人在歐洲從來沒有真正安全過。19世紀末，一個名叫西奧多·赫茨爾的猶太記者目睹了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一位猶太軍官被冤枉為間諜。街頭群眾高喊猶太人去死，他深受衝擊，寫下了《猶太國》一書，提出猶太人必須擁有自己的國家，否則永遠是寄人籬下的。這就是錫安主義運動的開始，猶太人開始陸續移民巴勒斯坦。在那片土地上，阿拉伯人已經生活了1000多年，他們種橄欖、養羊，在老城的市集裡做生意。這些阿拉伯人後來被稱為巴勒斯坦人。當越來越多的猶太移民抵達，開始購買土地建立農莊的時候，阿拉伯人感受到了威脅，衝突開始了。一開始是小規模的，後來越來越激烈。然後第2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在歐洲，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實施了系統性的滅絕，600萬猶太人在集中營裡被殺害。這個數字大約等於整個新北市和基隆市的人口加在一起全部消失，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大屠殺之後，全世界的猶太人有了一個無法動搖的共識：如果沒有自己的國家，就永遠沒有安全。他們必須回到那片神應許給亞伯拉罕的土地上，必須不是願望，是生死攸關的必須。公元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國。第一任總理本古里安在特拉維夫的一個大廳裡宣讀了獨立宣言。那天，全世界的猶太人流下了等待2000年的眼淚。亞伯拉罕的後裔終於回家了。但就在同一天，周圍5個阿拉伯國家同時向以色列宣戰，因為在阿拉伯人看來，這不是什麼光榮的復國，而是赤裸裸的搶劫。幾十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戰爭中失去了家園，被迫逃離，成為難民。他們把這一天叫做納克巴，意思是大災難。以撒的後代說，這是神應許我們的土地，我們回來了。以實瑪利的後代說，我們在這裡住了1000多年，你們憑什麼趕走我們？同一塊土地，同一位亞伯拉罕，同一個無法妥協的我的。從1948年到今天，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間爆發了多次大規模戰爭。1967年的6日戰爭中，以色列佔領了整個耶路撒冷老城。
包括聖殿山和西牆。猶太士兵站在西牆前，撫摸着那些古老的石頭，痛哭失聲。2000年了，他們終於又回到了這面牆前。但聖殿山上的清真寺並沒有被拆除，以色列政府做了一個微妙的安排。聖殿山的主權歸以色列，但日常管理權交給約旦的伊斯蘭宗教基金會。猶太人可以登上聖殿山參觀，但不可以在上面祈禱。想象這個畫面，一個猶太人站在自己祖先聖殿的遺址上，卻不被允許向自己的神禱告，而一個穆斯林每天在同一塊石頭的上方面朝麥加禮拜5次。雙方都覺得對方占了自己最神聖的地方，雙方都覺得自己才是受害者。1993年，世界曾經看見了一絲曙光。在挪威奧斯陸的秘密談判之後，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在白宮的草坪上握了手。那個畫面傳遍全世界，兩個宿敵願意坐下來談。但是希望沒有持續太久。1995年，拉賓在一場和平集會上被一名猶太極端分子暗殺，兇手的理由是拉賓出賣了神應許給猶太人的土地。從那以後，和平進程一次又一次的挫敗，自殺炸彈、火箭彈、隔離牆、定居點，每一次暴力都讓對方更加堅信和平是不可能的。到了今天，加薩走廊裡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被高牆和檢查站圍困。以色列的城市每隔一段時間就響起防空警報，孩子們在轟炸中長大，母親們在瓦礫中尋找自己的孩子。雙方都說我們只是在自衛，雙方都說這是我們的土地，雙方都引用自己的經典來證明自己的正當性。同一位神，同一個應許，卻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而那些路的盡頭似乎看不見交匯的一天。但聖經有沒有對這一切說過什麼？以賽亞書第19章23到25節有一段話，也許是整本聖經裡最令人屏息的預言之一。先知以賽亞這樣寫道：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進入埃及，埃及人也進入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華。到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出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注意這段經文裡的稱呼，埃及我的百姓。埃及曾經奴役以色列人400年的國家，神稱為我的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亞述曾經毀滅北國以色列的帝國，神稱為我手的工作，和以色列我的產業並列。這裡的埃及和亞述在地理上大致對應的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先知以賽亞在2700多年前寫下這段話的時候，他看見的未來是以撒的後裔和以實瑪利的後裔，有一天要一起敬拜同一位神，不是靠戰爭，不是靠征服，而是靠那位神親自賜下的福。這段預言有沒有應驗？還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但它被寫在了聖經裡，它在那裡等着。就像亞伯拉罕當年仰望星空的時候，那個你的後裔將要如此的應許，看起來也完全不可能，但他最終成就了。同一位神，同一個應許，卻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然而，也許那些看似走散的路，在神的時間表上，終有一天會再度交匯。天父，這片土地上的苦難太深了，深到人的智慧已經無力解開。但祢是那位從起初就知道末後的神，求祢紀念在戰火中受苦的每一個生命，不論他們叫什麼名字，信什麼信仰。主，求祢的平安臨到耶路撒冷，也臨到每一顆渴望和平的心。走到這裡，回頭看看這一路走過的故事。4000年前，一個叫亞伯拉罕的老人在曠野裡仰望星空，相信了一個看不見的應許。他的2個兒子以撒和以實瑪利在同一個帳篷裡出生，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以撒的後裔領受了律法，建造了聖殿，又在歷史的風暴中失去了一切，卻從未放棄等待。耶穌來了，打破了律法的圍牆，把救恩的門向全人類敞開。穆罕默德來了，宣告要修復亞伯拉罕最初的信仰，帶領以實瑪利的後裔走上了第3條路，在耶路撒冷撞在一起，至今仍然找不到和解的出口。同一位神，同一個應許，卻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
但那位在亞伯拉罕的星空下立約的神，也是在以賽亞的預言裡應許和平的神。他看見了全部，從第一滴眼淚到最後一聲嘆息。他都知道，也許在聽完這個故事的此刻，你心裡也正想着自己生命中某段走不通的路，某段曾經很親近，後來卻疏遠了的關係，某個禱告了很久，始終看不見答案的等候。讓我們一起在心裡回望，天父啊，你帶領我們走過這段漫長的旅程，從亞伯拉罕的帳篷到耶路撒冷的城牆，從西奈山的雷聲到各各他的十字架，從阿拉伯的沙漠到今天仍在燃燒的戰場，你的手從未離開過這個世界。主啊，你看見夏甲在曠野裡的眼淚，你也聽見以實瑪利的哭聲，你看見猶太人在西牆前的禱告，也看見巴勒斯坦母親在瓦礫中的哀嚎。你看見十字軍舉着你的名所犯的罪，也看見那些在戰火中仍然選擇饒恕的心。你更看見此刻正在思索這一切的每一個人。也許有人正在為家庭的裂痕流淚，也許有人正在為看不見的未來焦慮，也許有人的身體正在承受病痛的重壓。主啊，你是那位從起初就看見末後的神，在我們看不見出路的地方，你已經預備了道路。求你賜下平安，不是世界所能給的平安，而是唯有你才能賜下的，超過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保守每一顆聽見這段話的心，在等候中不失去盼望，在黑暗中不失去方向。